如果你是一個白银的投資者，聖誕節這波大漲，估計你會在家裡滑櫃慶祝吧。就在27日呢，白銀突破了77美元的歷史高位。今年的白銀已經跑贏了比特幣、英偉達，成為年度的牛頭。大交易數據方面，雖然處在聖誕假期裡，但是流動性的真空情況並沒有發生。全球的 ETF 持倉量激增顯示機構巨鲸正在加速搶籌。他們很清楚，現在的市场上還殘留着大量的空頭頭寸。根據紐約商品交易所的最新持倉報告，市场上依舊積壓着大約 14.5 萬份的白银期貨合約。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白银 T 加 D 成交量也是異常放大，国内银價对比国际银價甚至一度出现了倒挂和高溢价。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眼下预期非常的好，但是有机遇不等于盲目追高。结合高盛、摩根大通、花旗银行以及世界白银協會的近期研報，我用這期視頻呢，與各位大佬聊聊這輪供求錯配的邏輯，還有就是像我們這種普通的投資者，還有沒有加倉的機會？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夜的觀眾們，大家好，我是五人。其實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華爾街對白银的態度是非常傲慢的，但就在最近幾個月華爾街的風向標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各大頂級投行就像商量好的一樣，集體調轉槍口，開始瘋狂唱多白銀。這種一致性本身就值得我們警惕和深思。我們先來看看高盛的邏輯高盛在最新的大宗商品報告裡，用了一個非常宏大的詞來形容當下的行情：同步狂歡。他們認為不要孤立的看白银，現在的行情是黃金、白銀、銅這3種關鍵金屬的歷史性共振。高盛的分析師就非常有意思他們把白銀上漲的邏輯從傳統的貨幣屬性硬生生的拉到了科技屬性上。以前我們買白银是因為怕通脹、怕打仗，但高盛說現在買白银是因為 AI 和綠色能源。之前觉得可能有点像蹭熱度一開始我是這麼覺得，但仔細看完高盛對產業鏈的拆解，我更多的就是認同了一個物理基礎白銀是地球上導電性最好的金屬，沒有之一。在 AI 算力競賽的背景下，無論是英偉達高性能 GPU， 還是數據中心那些極其複雜的服務器集群，為了保證信號傳輸的零延遲和高效率，都需要用大量的白銀塗層和觸點。高盛在研報裡特別提到了，隨着全球電網為了適配 AI 能耗而進行大規模的擴容，以及電動汽車中高壓連接器的普及，白銀正在被當成一種不可再生的科技耗材在瘋狂的消耗。注意是消耗黄金我們買來做成首飾或者金條封存起来，它還在世界上，但工業用的白銀很多情況就是微量的涂層，回收成本非常高，用完呢基本就等於消失了。基於這個邏輯呢，高盛直接上調了預期，他們認為2026年的白銀價格區間在68到78美元之間，並指出如果全球製造業的復甦超預期，價格極有可能突破這個區間，去挑戰3位數。再看看摩根大通的研報他們反覆強調的就是供給，而且是供不應求的供給。摩根大通的分析師在報告中提到了一個觸目驚心的詞：結構性重估。什麼意思呢？就是過去的定價模型失效了，因為庫存快見底了。數據顯示呢，全球白銀市场已經連續5年處於赤字的狀態。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個冷知識白銀這種東西，它的產出大部分是身不由己的，全球只有 30% 的白銀是專門的銀礦挖出來的。剩下 70% 以上都是在挖銅、挖鉛、挖鋅的時候作為副產品順帶產出的。這就帶來一個巨大的問題哪怕是白銀的價格漲到天上去，礦企也無法立刻增加產量，因為礦企挖礦是看銅價、鋅價的臉色的，不可能為了副產品的白銀去擴建礦山，而且從勘探到開礦周期長達5到10年。摩根大通監測到，倫敦金銀市場協會和紐約 COMEX 的顯性庫存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下降，特別是注冊倉單，在某些倉庫已經降到了警戒線以下。所以摩根大通給出的判斷非常的激進，他們認為這種物理性的短缺，加上美聯儲2026年降息帶來的美元走弱，會支撐銀價在58美元以上站穩，並隨時有可能因為交割危機而向上發生脈衝式的暴漲。除了投行，我們來看看代表實體業的世界白銀協會，他們最近聯合牛津經濟研究院做了一項非常硬核的研究，揭示了一個正在發生的產業變革——光伏技術的迭代。前幾年我們都用的太陽能板主要是 PERC 技術，但是從2024年開始，光伏行業全面轉向 TOPCon 和 HJT 技術，就是 N 型電池各位懂技術的大佬可能知道，N 型電池的發電效率高
但它有个缺點，不僅正面要塗銀漿，背面也得塗。世界白銀協會的數據顯示，這種技術迭代導致單片電池的耗銀量增加了整整50%。報告預測，僅光伏這一項，在2025至2026年就要吃掉全球1/4，甚至接近30%的白銀供應。最要命的，這是一種非彈性需求。什麼叫非彈性呢？就是不管白銀漲到80美元還是100美元，造太陽能板的廠家都得硬着頭皮買，因為白銀在整個組件成本裡佔比雖然上升了，但是還沒有到廠家破產的地步，而且目前就根本找不到便宜又好用的替代品來代替白銀。所以呢，邏輯鏈條就非常清晰了。供給端礦挖不出來，庫存快沒了；需求端 AI 和光伏這兩個人類未來最大的風口正在張着大嘴吞噬白銀。資金端呢，美聯儲要降息了，美元要貶值了，所以白銀的利好都集中在一起，這也推進了這一輪的白銀爆發。聽完了上面的宏大邏輯，我知道很多朋友就要熱血沸騰了。不過我勸各位冷靜啊，雖然長期看漲的邏輯硬得跟鋼板一樣，但作為一個在市場裡摸爬滾打的老韭菜，我必須要給大家潑一盆冷水。我們現在看到77美元、79美元，甚至以後有可能100美元。但是白銀還有一個外號啊，叫魔鬼金屬，因為它的波動率太高，而且性格暴躁。黃金跌1%，它能跌3%；黃金漲2%，它能漲6%。這種高貝塔的屬性讓爆倉的速度快到發指。更重要的是，白銀市場的規模相對較小，非常容易被操控，也極易受到監管層的重點關照。最近這幾十年有2次白銀大牛市，但每一次都寫滿了韭菜的血淚。第一次呢，是1980年亨特兄弟事件。當時亨特兄弟聯手沙特王室，試圖壟斷全球白銀市場。他們瘋狂買進實物和期貨，把銀價從幾美元一路推向了50美元的歷史天價。最後怎麼崩盤的呢？不是因為沒人買了，而是莊家掀桌子。當時的監管機構和交易所看到局面失控，突然出台了一條極其霸道的新規則。規則簡單粗暴的規定，從即刻起只許賣出平倉，不許買入開新倉。亨特兄弟因為無法補足保證金，被迫強平，無數跟風的散戶傾家蕩產，一夜返貧。第二次呢，就是2011年量化寬鬆泡沫，那是美聯儲 QE 大放水的時代啊，白銀再次狂飆，逼近50美元關口，市場一片狂歡，分析師都在喊出白銀要去100美元了。結果呢，交易所再次出手，這次他們沒改規則，而是用了一個更隱蔽的手段提保。在短短9天時間裡 ，CME 連續5次上調白銀期貨的保證金，累計上調幅度高達84%。這意味着，如果你原本用10倍槓桿做多，那你持倉的成本瞬間翻倍，資金鏈稍緊一點的投機客直接就強制爆倉了。僅僅幾天時間，白銀就暴跌了30%，隨後開啟了長達幾年的漫漫熊市。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但韻腳總是驚人的相似。現在我們面臨的風險，恰恰也是監管風險和流動性反噬。這幾天白銀在幽靈週裡的暴漲，本質是一次流動性擠壓，空頭因為假期沒法補保證金，被強制平倉，推高了價格。但是大家想一想，等假期結束，1月華爾街基金經理們度完假回來，一旦發現價格偏離基本面太遠，或者監管層覺得投機過熱，他們會怎麼做呢？如果 CME 再次宣布提高保證金呢？如果獲利盤大規模了結離場呢？這種回調力度對於沒有槓桿的實物投資者來說，只能是賬面回撤；但是對於開了槓桿的朋友，那就是滅頂之災了。當然，說了過往的教訓，不是讓大家遠離白銀。正如高盛和摩根大通預測的那樣，2026年的大趨勢依然是向上的。我們要做的就是在這個大趨勢裡找到屬於我們安全的盈利模式。這裡呢，我有4點建議啊，都很基礎，但是這麼做一定有好處。第一條鐵律，絕對不要在現在的位置開高槓桿做多。這句話最重要。現在的價格在76至79美元的高位劇烈震盪，技術指標 RSI 已經在超買區鈍化了很久。這時候追高，你就在賭博，不是在投資。第二條鐵律，盯緊關鍵的技術回調窗口。花旗銀行的分析雖然是看多，但他們也提示過，市場永遠是波浪式前進的。技術層面如果出現了回調，68到70這個區間可能才是比較好的安全發車位置。為什麼是這個位置呢？因為這是上一輪突破前的強阻力位。根據技術分析，阻力變支撐的原理，這裡有大量的買盤承接。如果價格能回調到這個位置，並且你看到 K 線出現企穩信號，那麼這才是你分批建倉的好時機。別總想着買到最低點，買在安全區比什麼都重要。
第3條鐵律，分清楚買紙還是買銀，這一點很重要，很少人講透。如果你做短線波段想賺快錢，那麼像 SLV 或者 ETF 這種紙白銀是可以的，流動性好，进出也方便。也可以考慮 PSLV 這種承諾金額實物支持的 ETF， 它們的安全性比普通合成 ETF 要高一個檔次。第4條鐵律，關注金銀比這個頭頂指標。很多朋友就問了，什麼時候該賣呢？這裡有個非常簡單的指標，就是金銀比，就是用1盎司的黃金價格除以1盎司白银的價格。在歷史上，这个比率的平均值大概在60左右。在2020年最恐慌的時候，它一路飆升到了120，而現在隨着白銀的暴漲，這個比率也在快速下降。如果你發現金銀比跌到了40或者30，那往往是白銀牛市最瘋狂也是最後期的階段。那時候無論市場利好喊得震天響，無論高盛是不是把目標價格調到200美元，你都要開始分批止盈，把籌碼換成現金或者換回黃金。因為歷史告訴我們，均值回歸雖然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2026年大概率是白銀的高光時刻，無論是 AI 帶來的工業需求爆發，還是地緣政治動盪帶來的避險需求，甚至是全球貨幣體系對美元的重估，都在把白銀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高度。我們很可能在有生之年見證白銀突破1980年和2011年的魔咒，突破100元的大關。作為普通的投資者，我們的優勢不在於資金量，也不在於信息速度，而在於我們沒有業績考核的壓力。我們可以等，用你虧得起的錢去博取這個時代的紅利，保持敬畏，分批布局，看不懂的時候就要空倉，這才是真正的進退自如。好了，本期視頻呢就差不多了，我是五人。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歡迎來關注和點讚。如果你對白銀的未來有什麼看法，歡迎在留言區跟我討論。本期節目就是這樣，我們下期再見。